要想带走我的弟子，你九天尊还没那资格。怎么办，药尘？现在的我是半圣。看清来人，感受到药老弥漫而出的恐怖气息。九天尊失声道：“药尘，你的身体，你的实力竟然恢复了。”闻言，萧炎急忙回头，当看到那熟悉的面容，激动的差点哭了出来。老师，药老朝萧炎微微一笑，缓缓说道：“小家伙，接下来便交给我吧。”萧炎迟疑了一下，轻轻点头，然后身形一动，在九天尊略显阴沉的目光中飘然而去。见状，九天尊怒吼道：“药尘，莫非以为你恢复了巅峰实力，就能与我魂殿抗衡不成？”虽说想出手拦截住萧炎，但九天尊却明白，现在的自己并不是药老的对手。闻声，药老淡淡的道：“就你这种货色，还威胁不了老夫？今日魂殿大肆来犯，你更是伤了我唯一的弟子，这份债总是要还一些的。你当本尊惧你不成？”九天尊面色阴冷，而后嘴巴一张，铺天盖地的蓝色斗气喷涌而出，飞速凝聚成一头张牙舞爪的巨兽，带着浓重的能量威压，直接对着药老冲了过去。面对九天尊的攻击，药老的脸色依旧平静，其手掌探出猛地一握，面前的空间顿时崩塌，巨兽也被拦腰斩断，化为无数细腻的水滴，如瀑般洒落天际。一掌过后，药老并未停下，而是遥遥对着前者再度隔空轰出一掌。随着这掌的推出，天地间的能量瞬间剧烈震荡了起来，无形的空间巨手洞穿虚空下，朝九天尊悄无声息地掠去。霎时间，九天尊心头砰的一声，升起一股极度危险的感觉。当下他手印急速变动，天地间无穷无尽的水系能量汇聚而来，在其身前形成了一道百丈庞大的蓝色水罩。下一刻，空间巨手狠狠地落在了那庞大的蓝色水罩上，滔天的能量波动陡然爆发开来，令这片天地的空间尽数扭曲，可怕的声势令不少人都为之色变。在空间之力的席卷下，那看似坚固的蓝色水罩竟坚持了瞬息，便砰的一声轰然爆裂。九天尊喉咙间发出一道闷风下，身形直接被震退了几百米。显然，在与药老的首次交锋中，这九天尊已出现了一些伤势。见到突然逆转的战局，在远处看热闹的强者一眼认出药尘，再次见到中州第一炼药师重回巅峰，心中满是震撼。他们明白药老的出现势必会引起中州局势大变，不少势力甚至已经开始想加入星陨阁。望着占尽上风的药老，萧炎微微一笑：“药老恢复巅峰实力，日后星陨阁也不必再惧怕魂殿的报复。毕竟魂殿虽强，但牵扯极多，一些顶尖强者也无法随意出手。而只要这些巅峰强者不出手，星陨阁便能安然无恙。不过如今死伤最多的还是星陨阁的普通弟子，拖得太久，反而对他们不利。”就在萧炎为此皱眉时，天空上的药老也心有所感般低下头，望着血腥味弥漫的星陨阁，其眼中寒芒闪烁间，手掌一握，庞大的空间巨手再度成型，一巴掌对着黑白天尊二人拍了过去。这一掌速度极快，几乎洞穿虚空下顺其而至。那正分别与天妖魁和青灵交战的黑白天尊尚来不及有所反应，空间巨手便狠狠地落在了二人身上。在这股可怕的空间之力下，黑白天尊猛地喷出一口血，身体如同流星般滑落天空，重重地砸在了灵海内，踏出一条长达100丈的沟壑。一掌打翻黑白天尊后，药老手掌再翻，接连不断地朝下方隔空轰去。随着其手掌的轰出，地面上那些魂殿强者，凡是被空间之力所沾染，顷刻间便爆裂成一团黑雾，连灵魂都生生湮灭。在药老近乎屠戮般的收割下，那些魂殿强者终于恐惧了起来，满脸惊慌地四下逃窜，再也不敢停留于星界。望着这一幕，九天尊脸色阴沉，如今的局面基本因药尘的出现而失去了掌控，但是他并不愿就此放弃。药尘，你实力刚刚恢复，必然难以彻底发挥，本尊倒要看看你今日能否救下星陨阁。言罢，九天尊深吸了口气，迅速捏碎一块玉简，紧接着一道空间裂缝徐徐撕裂而开。与此同时，一道白色身影缓步踏出，在无数目光的注视下，接着一道漠然的话音徐徐响起：“老九，没想到你竟然真的启用了空间玉简。”闻言，九天尊眉头微皱，冷哼道：“少啰嗦，你自己看清楚此次的对手。”听到此话，那白色身影逐渐抬头，目光盯在不远处的药老身上，然后惊讶道：“药尘，你恢复实力了？”药老瞥了眼那八天尊，淡淡的道：“魂殿道还真是准备充分，居然把你也派了过来。”闻声，八天尊看了眼那些远远逃开的魂殿强者，缓缓出声：“难怪，以你一人之力，的确不是他的对手，看来今日的行动损失惨重了。”九天尊闻声，阴森一笑道：“放心，你我二人联手，哪怕9星斗尊都能一战。况且药尘对星躯体还未完全掌控，战斗力能有个7、8成就不错了。”旋即他眼神骤然变得凌厉起来，手掌猛地一
浩瀚的波动在掌心弥漫而开。随着这股力量的扩散，这片天地间也迅速变得湿润起来。一滴滴雨水凭空凝聚，远远看去密密麻麻，几乎不见尽头。遥遥天际之上，药老踏空而立，面色平淡。那些弥漫天地的奇异雨滴，凡是出现在他周身100丈范围之内，都会瞬间崩裂而开。此刻所有人的目光都汇聚在天空上，谁都能看出这2位魂殿的顶尖强者正准备着惊天动地的招式鸣。九天尊此时的面色也颇为凝重，其手印变幻间，最终猛地发出一道厉喝。伴随着喝声落下，那充斥整个天地的奇异雨滴顿时颤抖了起来，旋即在一阵咻咻声中划破天际，对着他暴掠而去，接着在其面前飞速凝聚，眨眼间，一个约莫100丈庞大的羽球便缓缓成型。这羽球面积颇大，通体呈蔚蓝之色，徐徐旋转间，那股弥漫而开的滔天能量，令不少人脸色煞白。这等能量若爆炸开来，恐怕这片山脉都会在顷刻间灰飞烟灭。在羽球成型的一刹，一旁的8天尊也深吸了口气，抬起手掌遥遥对着羽球，一股深白色的极寒之气猛然的掌心喷布而出，最后尽数粘附在羽球上。一转眼，那蔚蓝色的羽球就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冰球，其内所蕴含的能量也愈发恐怖。2名魂殿顶尖强者联手所施展的斗技，那等威力足以让人魂飞魄散。瞧见这一幕，风尊者等人也是面色凝重，看着冰球内所蕴含的浩瀚能量，现在跑怕是有些晚了。就在此时，8天尊大喝道：“药尘，当年本尊曾败人于手，不知今日你可有本事抵挡下我2人的联手一击？”对于8天尊的大喝，药老面无表情，仿佛那足以毁灭山脉的巨大冰球并不存在一般。对于药老的反应，9天尊忍不住冷笑一声，然后双手猛地向前一推，只见那巨大的冰球突然高速旋转起来，最后在震耳欲聋的破风声中朝药老暴掠而去。在冰球暴掠间，可怕的能量波动从中弥漫而出，令周遭的空间寸寸崩塌，一条100丈庞大的空间裂缝犹如狰狞的巨嘴乍现而出。见到了冰球的破坏力，众多逃窜的强者更是惊骇的魂飞魄散，拼命朝山脉之外掠去。山峰上，萧炎面色凝重地望着那巨大的冰球，趁机将目光转向身形纹丝不动的药老。在见到后者平静的表情时，他心头却略微松了口气，望着离药老越来越近的可怕冰球。9天尊2人怒吼道：“今日便让你和这星陨阁一同埋葬于我2人之手！”当冰球掠进药老100丈范围时，他终于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下，缓缓抬起了手掌屏。轻呵之声从药老的嘴中传出，紧接着众人便一脸呆滞地见到那爆射而来的冰球在距离药老咫尺时瞬间凝固，当下漫山遍野一片死寂。那9天尊2人更是满脸骇然，他们2人的全力一击，哪怕斗尊巅峰的强者也不可能做到瞬间将之停滞啊！药老的手掌牵动起无数视线，轻轻触碰在巨大的冰球上，平淡如水的声音在这片天际弥漫而开。如今的我的确不能发挥10成之力，但对付你2人却绰绰有余，因为我并非是斗尊巅峰，而是半圣。那淡然的话语犹如怒雷般在9天尊2人的耳边狠狠地炸响而起，这一刹似乎连他们体内的斗气都停止了运动。这2人张大着嘴，满脸呆滞地望着远处单手一瓶巨大冰球的半圣药老。或许别人对此会感到极为陌生，但9天尊与8天尊却十分熟悉，因为这个层次也被称为所有斗尊巅峰强者的绝望深渊。天地间绝大部分达到斗尊巅峰之人，都止步于半圣的边缘。无论他们如何努力修炼，最后依旧无法真正的踏足半圣，而唯有成为半圣，才有成为斗圣的可能。遥遥天空之上，药老踏空而立，目光平淡的瞥了眼远处的9天尊与8天尊，其处于冰球的手掌缓缓握下，伴随着咔嚓声响起，那蕴含恐怖能量的冰球突然变得扭曲了起来，那般模样就仿佛有一只看不见的无形巨手狠狠地捏下来一般碎。冰球表面扭曲越来越厉害，然后终于在药老淡淡的声音下轰然爆裂，刹那间那恐怖的能量风暴骤然爆发，席卷而出。然而当这些风暴扩散至一定范围时，却瞬间戛然而止，然后悄无声息地尽数湮灭。望着天空中徐徐飘下的冰球，无数人却狠狠地咽了口唾沫，那足以毁灭这片山脉的恐怖攻击竟如此轻巧地被化解。在那冰球被毁时，9天尊2人也受到了些许波及，喉咙间传出一道闷哼，嘴角同时溢出了一丝血迹，甚至就连气息都变得紊乱了起来。此刻的药老，恐怕就算是2名斗尊巅峰的强者联手，也难以将其击败。念及此处，9天尊深吸了口气，当机立断朝8天尊沉喝道：“老八，走！”听了9天尊的喝声，8天尊的拳头顿时紧握了起来，一脸不甘。见状，9天尊怒斥道：“他现在已踏足半圣，就算你我2人联手，都无法与之抗衡。你若是执意留下来找死，我可不会陪你。”
听闻九天尊这番话后，八天尊只得点了点头，手掌一挥，身旁的空间便被迅速撕开一条裂缝。接着两人身形闪冲着那裂缝中掠去。既然来了，总是要留下点什么的。瞧着这一幕，远处天空上的药老淡淡一笑，伸出手掌对着空间裂缝摇摇一握，那空间裂缝顿时轰然崩塌，一股令人惊惧的力量直接洞穿虚空，掠进了空间裂缝之中，隐隐间带起了两声低沉的闷响。下一刻，两道嫣红的血箭自裂缝内爆射而出，以一种极为迅猛的速度，闪电般朝药老暴掠而去。但刚进入药老周身100丈距离时，便自动化为一滩血雾，缓缓飘散。药尊者，你等着，我魂殿绝不会善罢甘休。这道咆哮中蕴含着极为压抑的痛楚，显然药老先前那一掌让他们伤得不轻。对此，药老不置可否的微微一笑。进入半圣后，他也算勉强踏足了大陆的巅峰层次。现在的他可不再是当年的药尊者，或许如今也能够换一个称谓了，比如药圣者药尘。望着九天尊二人消失的地方，药老缓缓收回目光，而后看了看星界的惨状，眉头不禁微微一皱，轻叹一声，要不是刚刚进入半圣，根基不稳，便让那两个家伙留下来陪葬。闻声，萧炎笑道：“老师不必介怀，今日若非你力挽狂澜的话，恐怕星陨阁就真的大难临头了。”药老欣慰地笑道：“还得多亏了你，否则别说半圣了，就算是恢复斗尊巅峰实力都极为困难。”就在此时，风尊者等人迅速飞跃而来，对着药老笑道：“老家伙，恭喜！”药老摇了摇头，轻声道：“先收拾一下残局吧，日后魂殿应该不会轻易来犯了。”风尊者闻言点了点头，环顾四周，沉吟道：“今日各方势力眼线不少，你晋升斗圣的消息，恐怕很快就会传遍中州。这是个好机会，有你坐镇，再加上大陆第一炼药师的名头，那些有交情的老怪们，应该不会再拒绝我们的邀请。”药老闻言，微微点头表示赞同。随着魂殿退去，接下来的日子，星陨阁则逐渐平静了许多。相较于此处的安宁，中州却因星陨阁出了一名半圣强者而狠狠地震动了起来。任谁都明白，一名半圣象征着什么。这等强者，就连名列上的丹塔都未曾有过，光凭这一点，便足以令星陨阁名声大振。而且特别是当人们得知这位半圣强者还是大陆第一炼药师时，这种声势更是空前绝后。因此，星陨阁在平静了短短3日后，便陡然热闹了起来。各方势力的首脑以及诸多老一辈的强者络绎不绝，每日登门拜访者数不胜数。这与以前的门可罗雀相比，简直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场景。在这等热闹下，一些曾经与妖老和风尊者有旧的强者，也终于接受了邀请，成为了星陨阁的氪金长老。就在星陨阁上下陷入忙碌之际，萧炎却并未过多的掺和。他素来不喜应酬之事，所以自从魂殿退去后，他便在后山的石塔内闭关修炼。虽说药老在努力壮大的星陨阁，以便成为萧炎的坚实后盾，可他也明白，有些事还是得靠自己，所以万不能有丝毫懈怠。石塔顶层，萧炎缓缓地吐了口气，紧闭的双眸徐徐睁开，感受着体内那澎湃的斗气，其脸上也浮现出一抹微笑。就在这时，一道慈和的笑声响起：“醒了吗？”闻声，萧炎目光一转，却见到药老正满脸笑容，护手站在那石窗旁。萧炎连忙行礼道：“老师，您怎么来了？”闻言，药老含笑出声：“那些事还是风老头擅长，我与你一样都不许这种事。不过吃了上次的亏，这次哪怕再不行，也要建立足够强的势力。”听闻这一番话，萧炎笑了笑，旋即似是想到了什么，扶了扶手上漆黑的戒指，然后将其取下，弹向药老，轻声道：“老师，既然如今你已再度重生，那这东西也该物归原主了。”药老望着那枚漆黑的戒指，眼中流露出怀念之色，缓缓说道：“老师的毕生所学，全在这戒指中，你已习会了10之8九。从某方面来说，你已达到了出世的资格，这东西留着对你没太大作用了。”说着，药老将戒指戴在手指上，话锋一转，笑道：“不过有个东西对你却大有用处。”言罢，药老屈指一弹，一团深白色的火焰从戒指中袅袅飘出，悬浮于2人面前，正是古灵冷火。他轻声道：“你修炼了魂诀，异火对你更重要。如今我已进入半圣，这古灵冷火对我作用不大了。”萧炎苦笑着摇了摇头：“老师别夸我了，现在的我不是以前那个无知少年了，这古灵冷火我不能要。”萧炎知道异火对炼药师是绝对的利器，即便他成了半圣，有古灵冷火也会如虎添翼。所谓作用不大，只是谦虚之词。见此，药老无奈摇头，心中暗道：这小子果然不再是愣头青了。药老并未因萧炎的拒绝而改变主意，他手指轻点在古灵冷火上，火焰剧烈一颤，片刻后颤抖停止，药老面色略显苍白。他轻声道：“老家伙，古灵冷火中的灵魂印记我已抹除，但
但他被我炼化多年，人会对你产生抗拒。短时间内别用焚诀炼化他，否则会反噬。你先种下灵魂印记，收入体内，等他不再抗拒你了，再融合也不迟。说完，药老轻轻抚摸古灵冷火，微微一笑，去指轻弹，古灵冷火便飘至萧炎面前。望着面前这团森白的火焰，萧炎的眼睛有些发红。这古灵冷火陪伴药老最久的东西，如今却被他亲手抹除了印记。萧炎苦笑了一声，当下只得闭上双眸，手指处于火焰之上，一缕灵魂印记顺着指尖徐徐侵入其中。随着灵魂力量的侵入，古灵冷火初始还会传出一阵抗拒，但它现在毕竟是无主之物，因此抗拒持续了一会儿便逐渐消散。萧炎的灵魂印记也成功种植了进去。下一刻，古灵冷火轻轻一颤，化为一道火光，迅速钻进了萧炎的眉心。见萧炎收好了古灵冷火，药老突然面色有些古怪地说道：“哦，对了，有个熟人来星陨阁找你，你要不要见见？”瞧着他这副样子，萧炎也不禁一愣：“谁呀？”药老笑道：“纳兰嫣然。”听到这个名字，萧炎眉头一皱，以他的性子，应该不会没事来找自己，除非云云出事了。星陨阁的客厅中，一道倩影略显拘束地坐在椅子上，身着淡青色的衣衫，婀娜的娇躯颇为动人，但那张娇美的容颜比起以往却显得极为憔悴。在端着茶水时，她的一对美眸也是不断向客厅外扫去。就在他有些坐立难安之际，那紧闭的客厅大门终于被缓缓推开，随即一道熟悉的年轻身影踏步而进。纳兰嫣然望着推门而入的青年，美眸中掠过一抹复杂之色。这些年萧炎在中州的那些事迹，他自然也有所耳闻，谁都未曾想到，当初天山血潭一别，后者竟能在这强者如云的中州混得如此风生水起。虽心头有些莫名的苦涩，但纳兰嫣然还是迅速压制了下来。如今的她也不再是当年那个青涩的小女孩，她清楚地知道自己与萧炎存在着巨大的差距，她以往的种种骄傲在这个男人面前几乎变得微不足道。萧炎望着那张憔悴的容颜，心中也有些感慨，轻声道：“你还好吧？当初我从天山血潭出来后，你已经离开了。”纳兰嫣然点了点头，回应道：“那时候有事，便没有一直留下来。”萧炎轻声问道：“你这次来找我，应该是有事吧？”闻言，纳兰嫣然的玉手猛地紧握了起来，迟疑出声：“我想请你出手帮帮老师。”听了此话，萧炎目光微凝，沉声道：“说清楚。”那个曾经加玛帝国最为高贵，同时也是与他第一个有过暧昧的女人，从始至终都在萧炎心中有不小的分量。就在萧炎念头翻涌间，纳兰嫣然忽然苦笑出声：“我是自作主张来的，老师不允许我来找你。”对此，萧炎微微点头，他并不意外。以云云的性子，就算真遇见解决不了的麻烦，恐怕也不会来找他。这个女人实在倔强的让人心疼。纳兰嫣然瞧了眼萧炎的反应，缓缓说道：“我上次跟你说过，我与老师来到中州不久，便加入了花宗。这个宗门比较奇异，它只招收女人，而且也没有其他势力那般强烈的侵略性，说起来倒像是个隐士文态。”对于这一点，萧炎也颇为赞同。与同为二宗之一的天明宗相比，花宗的确声名不显。自从加入这个宗门后，老师因喜欢此处的氛围，便换了一个客卿长老的头衔，带着我一起常住在了花宗。纳兰嫣然嘴角泛起一抹苦涩，将接下来的事情娓娓道了出来。原本没什么意外的，直到他们加入花宗的第2年，那时二人本独自在花宗范围内寻得一片山峰隐居，平日里的生活颇为宁静。云云在山峰中一次偶然的情况下，发现一处隐藏极深的山洞，在这里发现了一位残疾老人。老人以为云云是要伤害他，便立刻凝聚出一道磅礴斗气。就连此时已经成为斗宗的云云，也招架不住这突如其来的一击，片刻之间便受伤倒地。但性格温和的他并没有因此记恨，心中只有满满的诧异，为何面前这样一位残疾老人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在云云检验了面前老婆婆后，却发现其体内没有半点斗气。但按照云云的性格来说，这样一位手无寸铁的残疾老人，她便悉心照料了起来。云云日复一日地给老人送饭，这样一个行为持续了2年之久，久而久之，两人就跟亲人般的生活在一起。老人也逐渐放下心中的戒备，走出了封闭自己多年的山洞，与云云、纳兰嫣然二人一同生活。后来这位老婆婆发现自己大限将至，为了报答云云的救助之身，便通过一些奇异手段，将隐藏起来的斗气全数交给云云，并封印在其体内，然后丢给她一块玉台。与老人相识了3年之后，云云才第一次知道老人的真实身份。原来他便是花宗的前任宗主花玉。原本身为斗尊巅峰的他，却因为一些特殊原因导致双腿瘫痪，才独自一人在山中隐居数年。而这老人给云云的玉台，便是一个特殊身份的象征。花玉想让云云接任花宗宗主，
云韵在得到花玉隐藏的斗气后，没过多久便达到了斗尊境界，但也无法全部炼化，这股斗气实在太过强大，那可是半步斗胜强者毕生斗气。在将花玉安放好后，云韵本打算继续隐居于此。经过此前云岚宗覆灭之后，他对继任宗主便丧失了兴趣，直到半年后，花宗的代理宗主花景出现，直截了当的让云韵交出宗主玉台。本就对宗主没有兴趣的他，便交了出去。但没过多久，这女人又找了上来，这一次甚至变本加厉的讨要此前花玉在云韵体内留存的斗气，这一要求无益，于是将云韵置于死地。听闻此言，萧炎沉声道：“那花宗宗主什么级别？”纳兰嫣然无奈轻叹：“他只是代宗主，带有4星斗尊实力。不过棘手的不是他，而是他的男伴妖花邪君，他是6星斗尊。”萧炎轻声道：“6星斗尊吗？花宗不愧是2宗之一。”纳兰嫣然继续道：“花婆婆生前似乎有安排，不少长老都支持云韵，所以代宗主不敢强行夺取，但定下了赌约要比试。本来比试是公平的，但花宗有个奇怪规定，男女2人可同时迎敌，就是那女人可以和妖花邪君一起出手。”闻言，萧炎眉头微皱，同时出手，这太欺负人了。纳兰嫣然偷偷看了眼萧炎，轻声道：“老师也应下了比试，想必是被纠缠烦了。”萧炎忍不住怒道：“这不是送死吗？”纳兰嫣然怅然一叹，望着萧炎那噙着一丝怒意的脸庞，低声道：“老师此次凶多吉少，请你帮帮他好吗？”萧炎深深吸了口气，沉声道：“比试还有多久？”纳兰嫣然答道：“半个月。”